哎，大家，来，我们先回到人间一下吧。我们先啊，我要讲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的素材，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船员，就是在开那种商船，在远洋做驾驶员，开那种大集装箱什么的。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浪漫而自由，但是上了船发现就是这个船上呢就是偏偏没有自由。你知道，就是我们这工资很高，但是我们工资高都是拿我们的自由换的，就感觉很像在坐牢，你知道吗？就只是坐牢的人他是先挣钱再失去自由，我们是每个月按时给的。我们其实一出海就7个月，一出海就要跑7个月，你知道7个月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7个月210天你可以养成10个好习惯。你要是实在无聊，你甚至可以先养成5个好习惯，然后再戒掉5个好习惯。哎，出海半年，归来仍是不良少年。我本来想我环球旅游吧，我是无聊，那我就当环球旅游了吧。但是你知道吧，就不是你决定的航线，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派我去非洲，就一直派我去。我本来有一些航海梦想，想要致敬各路伟大的航海家，但我感觉我一直在致敬郑和。我天天待在南半球，我感觉我头上的旋儿都反了。就是你知道，在南半球待久了，你会特别想念北方，你会特别想念，我好想念我北方的福建老家。我做实习生的时候，反正还是有很强烈的航海梦想，但我发现那些老船员，就是他们完全对这些一切都非常的麻木，他们觉得这个什么航海就是上班，他们觉得一切都很麻木，见怪不怪。有一次我夜航过了一个群岛的时候，我甚至看到过一个火山正在喷发。我说哇，好浪漫！我说二副火山，他居然跟我说，哇，我来了好多次了，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灯塔。灯塔没有冒烟的吧？人家虽然落后，也不至于灯塔烧柴火吧？他对一切都很麻木。我就像有一天我告诉他说，二副路飞，那里有个路飞，他会跟我说，我以为是个渔夫，他来了很多次了。那我们去非洲，我们其实是要经过很多海盗区的，我们是要经过海盗区的。这帮人连防海盗都防的一种班味很重的感觉。就是他们防海盗是防给公司看的，好像就是海盗来了无所谓，但是如果公司发现你没有好好防海盗，可是要扣工资的。我们会在船舷边上弄那种一圈一圈那种高压电网拉一圈，其实都没有通电，因为怕电到自己人。然后会挂一个牌子啊，上面写高压危险啊，写的中文。他说这个电网是国家电网吗？海盗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了，写中文，你说怎么你就赌海盗里面有中国人是吗？就中国人只骗中国人。然后他们会在船舷边上放一个那种稻草人啊，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我说都这种时候了，咱就放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你放一个稻草人在那边，你防海盗还是防海鸥啊？对吧？而且你就是稻草人没有成本，那你要放你就放一排嘛，你就放一排稻草人，万一海盗读过兵法对吧？他一看哇，草船借箭。然后他们请那种为了贪便宜，请那种3个那种安保人员上来保护我们。那3个安保人不知道哪个国家请来了3个，枪都开不清楚。上船之后要试枪，我们扔了一个油漆桶在船尾飘远，他们就咚一枪打不到，咚一枪又打不到。我说那完了，油漆桶都打不到，那海盗要是化妆成油漆桶，那你不是更打不到？然后那个船长就很淡定，他就说：“哎呀，不要急嘛，到时候就打到了嘛。”我说这怎么让子弹飞啊？现在啊，什么叫到时候到什么？到30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啊！我说你这个枪厉害了，你这个枪打出来子弹延时效果的啊！你这什么弹道啊？你这个弹道是衰迟弹道吗？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跟着我们跨越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嘣就跑到那个西非的一个叫几内亚湾的地方抛锚，一个锚扎下去，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走了，然后海盗就来了。哦，真的，但那西非那边的海盗，他不是那种很吓人的海，他是那种冷兵器海盗。他的工作模式是半夜偷到你的船边，如果你没有发现他，他就会上来抢你的东西。但如果你发现他了，他就会假装自己是在捕鱼。他这个工作模式很特别。我们一般是上班摸鱼，很怕被发现，他们是一被发现就开始摸鱼。然后你知道，然后我们其实大概在那里抛了30天的锚吧，30天锚。然后那帮海盗就天天来。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很熟了。然后来了之后打个招呼，他就发现我们戒备森严，然后就很落寞的离开，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领导交代说，嗨，今天又摸了1天鱼。但是你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只是7、8个人钓上来3只秋刀鱼的，但是他们每天来，每天都抢不到东西，每天开始捕鱼，他们捕上的鱼越来越多。我到了进港前，他们看每天有时候能钓出10几条秋刀鱼上来。真的到进港前他们有些不怎么来了，可能是发现就是捕鱼可能比做海盗挣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对吧？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大概跑了6年船左右，跑了大概6年船嘛。我觉得到了后面真的是这样，我明白，就是什么浪漫的东西，你经常去之后，你就会很麻木，你对一切都会变得很麻木。就是我觉得陆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在说什么我很想要去马尔代夫，对，我想要去马尔代夫。但如果你经常去非洲，你要经过印度洋，你就天天经过马尔代夫。你经过马尔代夫，就跟你经过一家路上卖某劳一样。就是有的人还说什么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你人在海上，你心中就只有卖某劳。你在船上你吃不到，你船上你就只想要吃你吃不到的东西，你知道吧？船上有大龙虾，但你只想吃小龙虾。因为船上我太想吃麦某劳，因为大厨不会做，你知道，大厨会做华某式，但他不会做麦某劳。大厨会帮你做好什么汉堡，然后牛奶，然后苹果切片放在那边。我说那玩具呢？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航次大概有跟几个实习生在国外靠了一个港口，然后下地之后，他们跟我一起下地。我说你们准备去哪里玩？他们说三副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沙滩，我觉得很不错。我说去沙滩，你们该不会是要去看海吧？我说我不去。他说那三副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去码头整点薯条吃。谢谢大家，我走了。我今天有点太好看了。真的，今天我看我自己，我说哇，人间水蜜桃，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就在我心中，购物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我为了奖励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我高高兴兴出门去，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你现在是有钱了哈？几千块钱的衣服，你说买就买。”我想完了，搞到假的了。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还是跟他实话实说。我说啊，我也不懂这些，喜欢就买了。最近呀，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现在呀也是红了，我带你去趟香港，了解时尚，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一到香港，我朋友就说，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我说这就开始闯了。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他把钱包徐徐翻开， LV 在夹层里。我说哦，图穷驴线。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他说你看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什么是假裤子？就是他其实没穿。他那个是人体彩绘。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他说他喜欢祖马龙，因为很低调，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这个别人他到底是谁呀？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我只会说嘿嘿，你好香啊。我就跟我朋友说，
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他说那你回上海的时候，我帮你升舱吧。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我是非常紧张的。我坐那儿之后呢，想调座椅靠背，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开关。你知道，主要是也不敢大摸。不了解公务舱，我怕我摁个啥按钮，给飞机舱门弹开了。那样的话，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门。我当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我马上去拉，我说姐姐，这又是何苦呢？空姐问我橙汁和水您需要什么？我说我都不要，我要你好好休息。不好意思，有点太油了啊。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起飞之前，空姐过来提醒我们2个人调直座椅靠背，我们俩都没动。她没动，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我没动，是因为我没动。我做不到她那么松弛，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心还没过来，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而且我当时看着她，我就想啊，她躺得那么平，她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她从后面滑出去吗？后来我想，她不怕，因为她身后有父母托举她。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她背了一个香奈儿包。我说你12、13岁，你上初中哎，你背香奈儿干嘛呀？你拿它装笔吗？但是说真的，我是很羡慕他的啦，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就对他来说，除了生存需求之外，其他都是浪费钱。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我爸就不高兴，他说你是真的想吃榴莲，还是因为它贵呀？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啊过度爱慕虚荣，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那长大以后别人拜金，我拜金枕榴莲。哎，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在我爸那儿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其实我知道，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但多年的教育使我决定买个假包。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也要3、4千块钱。我当时问那个店家，我说这真的是假包吗？他说哎，包假的。其实我很清楚，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里面装满榴莲，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丑男儿。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买的真的。哎，说出来又如何？真的，我今年很想多赚钱，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手动的。他如果有意见，我就问他：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还是因为它贵呀？谢谢你们。嗨，朋友们，嗨，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因为太暗了，摔了一跤啊。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没想过输给黑灯。好，哎，正式开始了。我叫于博啊，说实话，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但是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
第一轮6块金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第2轮上来就给用，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兜里有就得花。啊，用了一块复活金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说实话，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太差了？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然后逃避面对的人。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不敢和外国人说话。但不是说真的差，英语还可以高考，但就是自卑。我在想，我是上海本地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我说 homie, let's go neighborhood, right? homie 哈，因为我是活死人。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对吗？新概念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快点，张嘴，别逼我干你，快点。但我是农村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我说这是啥呀？怎么了？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我妈让我去说话，我能说什么？我说兽首是中国的。他说哥们儿，我也是中国的，我少数民族。还是来了上海，因为自卑感到落差，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落在试卷上，还交流？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还什么听说读写，我们就是嗨，没听说过。天天读写，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啊，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是因为我们那一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不是说真的不考，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高考当白噪音放。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专心干自己的事儿，快点！阅读理解、写作文，快点！长大了，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听不见。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出国都没有工作，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叭叭说2句话，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只能做美甲，不能纹身，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回家一照镜子，后背是地儿里滑。英语学得很尴尬，对吧？精通掌握，因为成绩还可以，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英语学得跟核武器似的。朋友还问呢，说你会不会？有时候会，他说那你说呀，我说还没到时候。我方不使用，但掌握英语威慑。别说英语了，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前2天在路上，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不是撞的这个，把我撞了。当时我挺生气的，因为我占理，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你道歉。他理直气壮。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我没有父母。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给我一顿骂。在他眼里边，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我是个肇事孤儿。对我进行疯狂辱骂，脑子已经空白了，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已经迟缓了，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我是僵尸，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
我当时就看着他，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因为他说着说着，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他说，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我就是觉得，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很难。难道说服？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啊，单依纯。那粉丝不骂你吗？你搁那犟嘴，哎，如何呢？又能怎？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甚至别人家。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当自己家一样，我不能把这儿当家。我真把这当家，我就把你撵出去。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当时就是假客气，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另一个翻我的冰箱，我往那一站，像个中介似的。我这从东北来看我，还来看房的呀？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一个哥们儿说在这住吧，另一个说好。我说啊。2个人躺到了沙发上抽烟，很过分，但碍于情面，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拿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印第安人往那一站，欧洲人说在这住吧，另一个欧洲人说好，印第安人说啊。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向我们走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嘿，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
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啪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谢谢大家的喜爱。哎，到手面。哎呀，第三轮了啊！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哎，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卖点什么包子、饺子、米粉、面条之类的。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但
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饭馆嘛，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哈。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忙着忙着，突然就打起来了，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两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我一盆牛肉的互泼。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因为我妈就没赢过。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我松着讲啊。反正这些事儿，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是吧？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去讨个说法回来，就选了我舅舅。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看起来就挺好惹的。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两个袖子往上一撸，站在门口大喊出来，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就两口子闹矛盾，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就当无事发生了。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跑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妈妈一回去，舅舅就会来；舅舅一回去，妈妈就回来。我舅舅后来都三高了，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是我的舅舅。直到我4岁啊，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就悄悄地跟我妈说：“抛嘛，不行就抛。”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我妈也决定要跑，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那个时候卖一碗面，她能存5毛；卖一笼包子，她能存3毛。所以有段时间，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我都在想，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别人越狱是 freedom， 我妈妈出走 noodle。一个凌晨，像往常一样，我爸爸还在熟睡，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突然就消失了。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看过的吗？有看过的吗？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你们反正是。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她不说话的话，饭馆的生意会更差。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她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还能这么打？越往后面看越说，哎，还能这么跑？我妈跑了过后，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3亲6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就问他说：“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你算什么男人？他在存钱的时候，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中国就这么大。”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他决定学习冯远征，亲自远征，去我妈妈娘家找人。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就，哎呀，那个跑了，跑到上海去了，不是上海，北京。哎呀，你们都搞错了，跑到美国去了。我爸爸听完过后说：“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
因为他知道挨打的他离不了婚，他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他。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紧着听吧，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小朋友，你是想跟着爸爸呀，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我长大过后，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我都不懂她为什么不早点跑。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我妈说，她说因为我在存钱。我就问她去哪儿了，她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她是系着围裙跑的。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我妈去了，保安一看到她，她说：“哇哦，包子饺子普利斯。”就算哪天她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她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cos 里面的服务员，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跑嘛，反正从饭馆跑她熟。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直到我接触了喜剧，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她也挺紧张的，生怕我要跑。我说：“妈妈，这个家没有人需要再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大家好。很开心录到决赛，快下班了啊。对，其实写单口本身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到决赛也很不容易。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野心，想一定要获得什么。这件事情，感觉有的时候跟同行很难对齐。就前段时间，大概1年多前吧，我来上海讲开放麦，我们俱乐部的人就叮嘱我说：“你去上海，你要想办法被看见。”我说：“我又不是鬼，怎么是谁看不见我了？我去哪里被看见？我去那种脱口秀演员专门去的酒吧。”然后一有明星出现，我就抱着瓶啤酒在那边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没有什么野心，其实我就写段子本身快乐而已。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被教育，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才能够快乐。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玩具叫4驱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我当时很想要一辆，我就跟我姐姐说能不能买一辆给我。她就说如果你现在就要，我就只能给你买盗版，但如果你能忍到期末考结束，我就给你买正版奥迪双钻。我说那我当然要盗版的啊。期末考结束谁还有心情玩4驱车啊？而且4驱车盗版的会怎么样吗？他会跑到一半停下来叫你输入序列号吗？但我真的太单纯了。我姐姐给我送我的那辆4驱车啊，它是后驱的，它甚至都不用电，你只要把它往后拉一下。其实我取这个名字，艺名叫小罗，就足以证明我完全没有野心了。因为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甚至没有查重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演员叫小罗。就有的，你们知道上海有个演员叫小罗的吗？就我讲了2年单口，我才发现，我就在微博给他发私信，我说你好，我也叫小罗，我也说脱口秀，请问你会红吗？我想说你要红，我可能就要换 ID 了。他就很大度，他说放心吧，我不会红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会吗？其实名字也是个代号而已。我之前有个更朴实的名字，就是我妈妈本来给我取名字叫罗宇生，
啊，因为我是下雨天出生的男孩，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取名字就是这么随便，啊，下雨天出生就叫雨生，刮风天出生就叫风生，教室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后来我妈跟我说，我改名没有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老家经常下雨，有太多人叫雨生了。你在小区里面喊雨生，会有4、5个雨生跑出来，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我出生在福建西部的一个靠山的多雨的小县城。如何多雨呢？就这么说吧，17岁那年的雨季，雨停的时候我都20了，极其多雨。县城不像城市市政建设那么好，会有很多积水，下过雨很多小水坑。我整个童年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有的小朋友他自己全副武装，他穿了雨鞋，他就会故意去跳那个水坑，然后那个水就会溅在你的小白鞋上面。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霸凌，他不亲手打你，他让你的妈妈替他打你。你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穿了雨鞋，他就故意踩水坑，他干的地方他就不踩了，他是这样子跳着水坑回家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画面，就你们玩过打水漂吗？就老师说放学喽，小朋友就回家了。后来我索性我受不了了，我就开始穿那种3、4块钱一双的塑料凉鞋。那个很好，你们塑料凉鞋不怕弄脏，对吧？甚至一场大雨过后，它更干净了。我是一个凉鞋爱好者，我9岁的时候跟着我们全家搬到厦门这个城市，当时我就天天穿着凉鞋。但我发现，就是城市的小朋友他们不穿凉鞋，他们甚至觉得穿凉鞋非常的土。哦，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我就在等一个下雨天，我要在下课之后给你们上一课。你知道城市的小孩就是会比较时尚一点，对吧？有的妈妈会把自己小男孩打扮得特别可爱，穿那种黑皮鞋，袜子拉得高高，头发烫得卷卷的。我刚转学过来，我看到他，我说哇，牛顿，很想要融入他们，就他们不懂我的，就他们天天说我穿凉鞋土，他们不懂我的快乐，我觉得他们不懂我下雨天竹杖凉鞋轻胜马的快乐，他们打车回家了。我一直有在尝试融入厦门这个城市，我一直在学闽南语，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学会，但我学会了纯正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导致我很容易被人当作纯正的厦门人。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中午会去吃沙茶面，有时候我点菜点到一半，阿姨就会突然切成闽南语，我说大肠、猪血、鸭血，她就说：“哎呦，阿迪啊，出来吧，猪家来讲沙爹米。”我说好。Shut up, just give me the bloody noodles. 很想要融入大家，男生嘛就很喜欢攀比鞋子，对吧？大家都穿一款同样的鞋子。我记得有一年初3很流行一款滑板鞋叫 Vans， 哇，我就去存钱买了我又舍不得，就是一双布鞋卖我3、400块钱一双，我就去买了一双 Vans 的平替，就是它跟 Vans 完全一样，但它没有 Vans 的标签。但这双鞋啊，它只要没有 Vans 的标签，它看起来就像一双老头穿的鞋。我本来以为我能驾驭得了它呢。直到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发现我的鞋子被我爷爷穿走了。我发现我很难融入大家的逻辑，我经常很难进入大家的逻辑，就好像我以前大家都上节目，我就不上节目。今年我上节目了，哎，有2个节目，就好像我融入了大家，哎，大家分家了。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今年为什么一定要有2个节目，好像资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一样。对吧？就现在看个综艺很难，你还要研究制作团队。之前我看个综艺，人家跟我说，哦，你看这个综艺你要去那里看，你看那个综艺你要到这里看，我去哪里看？我会员充在哪里就在哪里看。我只是消费者而已，我也不想管你们的资本逻辑。你真的在乎那些资本分分合合的事情吗？你们在乎这个电子公司合并了那个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合，你们那么喜欢合并，你们把共享充电宝合并了吧？我喜欢玩这个玩具呢，是因为我觉得玩具本身好玩，不是因为这个玩具能赢过别人的玩具。我姐姐当时送我那个车呢，它的学名叫回力车，其实挺好玩的，就拉着弹，对吧？挺好玩。但是小伙伴就一定要跟我比，他们拿他们的正版4驱车跟我比。我说行吧，那就比一下吧。我们就在县城的马路边拿那个粉笔画了一个起跑线，他们就把4驱车开关开好，然后按在那里。我也把我的回力车按在那里，然后往后退。
我说我让你们2米。我那个车弹出去跑了10米就停下了，但他们的4驱车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谢谢大小罗，谢谢小罗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小罗。罗老师之前是非常喜欢小罗，对对对，说今年的最大黑马也许没有之一。我一直特别喜欢，因为，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一个误解，只是觉得他文本特别的好，然后表演好像只是正常，但后来回去看，我没在现场，但是播出的那些，发现表演也很厉害。我听到你们同事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有很多你们同事说小罗是这个圈子里最酷的一个演员，因为他虽然来参加了比赛，但是对每场比赛的结果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他想表达一个东西，或者他尝试换一种风格，或者是另一个主题这类的东西。这个传闻是真的吗？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漂亮，但差不多吧。就是特别酷的一个人。还有就是今天这个是刚写的吗？不是，但是是很早之前写的。是一个比较老的段子，等于刚入行的时候的。但是我有一些困惑，刚才就是比如说你念了那个《甄嬛传》里的那2句诗，就是逆风如解意那个，容易莫摧残。但是那个一般念到古诗词这种夹到段子里的时候，会留一点儿时间上会说的慢一点，让大家理解那个怎么回事。结果你刚才就特别快的带过去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梗它本身跟表达无关，我觉得不值得这个包袱不值得抖得那么大，就随口带了一下，明白。所以反正我就特别喜欢小罗，但是可以说但是吗？可以说，太可以作为小罗的粉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场，所以有点百感交集吧。但是大家都说你特别酷，也不太在意比赛结果，所以我就为你高兴。好，谢谢罗老师。天天姐呢？对我对你整个表达里面的有一个点比较感兴趣，就是你说其实之前我相信这些节目都找了你嘛，然后你也没有上，那今年是为什么决定要上节目？我这个人挺奇怪的，就是我之前没有办法回答我自己为什么要上节目，然后今年有一个人反问我你为什么不上节目，我也回答不了。对，大概是这样吧。所以说服你去干一件事情的方式就是让你反向操作，有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要，所以你就去了。有可能的。那你为什么不要拿冠军？这个是我不要的吗？那你自己有这个野心吗？还行啊，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刚才在讨论你的这种就是比较云淡风轻的态度嘛，我因为我的感觉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是有野。大家好，我叫小罗是一个线下的单口演员，也是一个喜剧编剧，会写一些 sketch 什么的。去年爱奇艺有个节目叫《1年1度喜剧大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是那个第2季的编剧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写的作品叫《社畜的愿望》不会耽误你们很长时间，因为被剪了只剩25秒。然后我之前有另外一份正经工作辞职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工作强度太大，身体吃不消了。我辞职之前做了一次体检，你知道那个体检报告如果指标偏高的话，在那个数字边上不是有个向上的小箭头嘛，对吧？我打开我的体检报告，几乎所有箭头都向上，我以为我升级了。真的太累了，我辞职之后没事干，我在家玩吃鸡我都玩进去了。我说这不就是我吗？天天背着个小书包，没事就找个地方蹲着。一天到晚收到。我之前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我觉得从事业单位辞职有很多很微妙的感觉首先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父母开口，对吧？你跟他们说爸妈我决定辞职了，他们听到的是爸妈我决定去死。然后你的朋友也没有人关心你也不给你介绍工作，也不关心你，就天天阴阳你。我辞职之后过了2个月，我跟我朋友去吃那个冷面。然后走到饭馆里面，我那个朋友就说：“哟，这不是你刚丢掉的铁饭碗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一天到晚被人家阴阳。我觉得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嘛。之前我说我是事业单位的，然后对面人就会说：“我知道，你们福利很好。”我说：“没有，到手7、8千块钱没了。”他说：“我知道呀，
福利很好。你知道什么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感觉他讲话像暗访一样。啊，不是，我每次都说，哎，我知道。我说好，行，我知道。我说账面上是8000，好吧？其实每年中秋节发1桶油。我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写一些搞笑的短剧、脱口秀、商务、企业年会，这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然后会接触到一些甲方。其实我是一个很适合当乙方的人，我耳根子超级软。我是一个耳根子非常软的人。我们抽烟的人坐动车啊，坐到那种5分钟的大站，我们不是都会下来抽烟吗？但是不到1分钟，那个乘务员就会叫你上车。但是他叫我上车，我就会上车。我每次上车之后，我坐下来之后，我透过车窗，我就会看到一个大哥在那完整抽满5分钟。我感觉他能干大事，他能追动车。我超级适合做乙方，我是一个耳根很软，我对甲方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我对甲方就唯一的一个要求，我衷心的希望全世界的甲方都能明白一个道理，叫1分钱1分货。那真的，我半年前我遇到过一个甲方啊，就你说他不懂喜剧吧，他又看过电视，假模假样的在看你的稿子，说，哎呦，这感觉跟那个电视上都不一样啊，感觉跟那个什么果的都不一样啊。他说，哎，你们线下演员跟线上演员写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吗？我还很耐心跟他解释，我说老板是这样，我们线下演员呢就好比是那种普通的安卓机啊，线上演员呢就好比是 iPhone， 我们做工虽然没有他们那么精良，但是功能是差不多的嘛，对吧？你非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有些格式我们这边可以，他们那边不能播嘛。我说老板，你看过电视，我们就更好沟通了。哎，你看这个段子，你看这是不是至少1个灯？至少1个灯，他还挺懂。他说1个灯哪行啊，1个灯都要被淘汰了呀，起码要3个灯吧。他说我很喜欢那个刘海，哎，喜欢那个刘海。他跟我说你就跟他写一模一样的嘛。我能跟他写一模一样的，我为什么不上电视呢？对吧？大家聊天真诚一点嘛。那你那么喜欢徐志胜，你为什么不找他来写呢？该不会是因为请不起吧？对吧？1分钱1分货，你花的就是普通手机的钱，你为什么要去追求 iPhone 的品质呢？你会在手机店里面拿着一个1000块钱的安卓机说，哎呦，这跟那个什么果的都不一样啊。就1个摄像头啊，1个摄像头淘汰了，那个3个摄像头啊。我喜欢那个刘海，喜欢那个刘海。其实我辞职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上一份工作的作息非常的不规律。我现在是一个被动的在全职做喜剧的状态。我现在作息非常规律，每天写稿写到早上5点。我觉得人在这种时刻就是什么阴暗的想法都会有，很想抄袭。很想抄，尤其那种一次性的商务稿件，阅后记粉，没人发现了，就靠自觉了。什么君子慎独啊？君子慎独是因为君子没有熬夜熬到5点。但我又觉得我应该堂堂正正的挣钱，我是不是应该站着把钱挣了？但是现在已经5点了，我知道我 Ctrl+C 加 Ctrl+V 我就能下班了。我在凌晨5点钟，我天人交战，我又想站着挣钱，我又想早点下班。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把键盘上的 Ctrl 抠掉了。我发现我在生活中是站起来了，在游戏里我蹲不下去。谢谢大家，我是小罗。嗨，大家好，我是小罗，我爱你们，也爱自己啊。对，最近写稿写的有点焦虑，其实想每一期都带给大家不同风格的稿子，真的已经绞尽脑汁。我都想要不我写 one liner 好了，反正这个赛道已经变成蓝海了嘛。有点焦虑，你知道，我现在写稿有点注意力缺失了。就是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我现在看书完全看不进去了。我每次坐动车来上海都会带一本书，到了终点就看了2页。我说怎么行万里路读2页书？真的，我现在包里还放了那本书，是一本张爱玲，现在赛程已经过半了，第一炉香还没烧完。我现在连电子书都听不进去了，我听那个武侠小说，满脑子想的都是现代的事情。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情节是《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黄药师跟杨过2个忘年之交在那个酒楼上喝酒，然后遇到敌人，杨过就先冲上去打，就很奇怪啊，残疾人先上。
更奇怪的是黄药师他不帮忙，他兄弟在那打架他不帮忙，他就是在喝酒，喝酒就算了，他还说了一句很气人的话，他说杨兄弟这套黯然销魂掌使得真是目眩神驰，我今日便要以杨兄弟的掌法下酒。我当时听到这个，我说掌法下酒，那不就是划拳吗？掌法下酒5、10、15，你杨兄弟都只能出到5。焦虑啊！其实我最近在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清爽一点，我在尝试戒烟了，因为我感觉我被烟困住了，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想抽烟，我只是习惯了在这个时候要抽烟而已。比如说走路的时候，走路本身是很无聊的嘛，当你走路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烟，你就感觉这段路走的不亏。我有一个朋友，他完全不喜欢走路，1公里都要打车的那种人，但如果你给他发一根烟，你说走走，他就跟你走。一根烟抽完了又走不动，再给他发一根还能走，你感觉像在投币啊！我觉得你给他2条中华，他可以徒步进藏。所以我就想着，要不我就出门不带烟了嘛。结果我烟没有戒掉，非常的恋家。其实出门不带烟，主要就找朋友要嘛，就找人蹭烟，反正他们都会发烟的嘛，他们给什么我就抽什么，就跟化缘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法号戒烟。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是不带烟，他们就不发给你了，他们只会发给有烟的人。我说你发给我呀，他们有你发给他们干嘛？你发给我呀，你发给他们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你发给我才是雪中送炭。我就要你一块炭，火我自己有。有的人会建议我用电子烟来戒烟，说它这个东西可以替代真烟，你抽电子烟吗？我其实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电子烟它抽的那个东西是叫烟油嘛，对吗？那不是我们过滤嘴过滤掉的东西吗？啊，你抽那不相当于口罩摘下来反面拿来插嘴吗？我之前看人咕嘟咕嘟在我边上抽电子烟，感觉很像你吃火锅的时候撇了一碗沫子，然后边上说哟，咵一口给你干。我是试过的，完全没有用，造成的结果就是我抽完一根烟之后，我需要抽一会儿电子烟透一透，有种原汤化原食的感觉。他们跟我说，哎，这个可以替代真烟的，因为它也有尼古丁。电子烟最傻了，就是它也有尼古丁。尼古丁不是烟里面最差的部分吗？我为什么要找个替代品，只留下最差的部分？你会跟你朋友说，哎，你失恋了吗？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他一切都好，但是也出轨。电子烟还科技革命啊，叮铃咣啷一顿革命，皇上留下了。我就觉得你保留了电子烟，它不是变成了一个纯上瘾的东西了吗？啊，哎，假如你看电影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在抽烟，你会觉得是人物需要、角色需要，对吧？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物他在抽电子烟，你会感觉是演员需要。是吧？我就觉得用电子烟来替代真烟戒烟，就是完全是自欺欺人。就好像你说哦，我减肥，我不吃碳水了，然后这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还安慰自己说，我这不是一般的葡萄糖，我这个是薄荷味的斩铁剑微醺葡萄。我其实觉得，我说实话，有的时候我是想要戒掉瘾，但我不想要进入另外一种成瘾。有些人有的时候会为了摆脱一种束缚，会进入另外一种束缚。其实我当时学抽烟呢，也是想要摆脱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当然，这是一种很廉价的叛逆。但是我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它真的叛逆吗？啊，真的叛？老师不让我抽烟，我就去抽烟；老师不让我留长发，我就去留长发。我也太好控制了吧？如果老师有天跟我说你可以抽烟，但是你不要吃槟榔，我说好，老师，那我去吃槟榔。对吧？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我不是叛逆，只是你想做一些别人不让你做的事情而已。所以我其实现在想，我也许看不进书，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课外书，现在看不进。为什么？因为是不是因为课没了？就像我当时选择跑船，也是不想被现实中的事情困住，结果我被船困住了。但恰恰我唯一一次成功的戒烟就是在船上，因为你买不到就没得抽嘛。而且我在船上的时候，是我看书最看得进去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想，要不我去船上 gap 1年吧，然后我就翻我的证书，我发现已经过期了，更想去了。谢谢大家，我是小罗。大家好，我是小罗啊。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非常的羞耻，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
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高三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就是梗很多。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看了，真的买了《中国纪事》、纳斯达克的一代，买了一堆。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我上考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这个时代病了。0分，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我就是挺喜欢修辞，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我是一个福建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居然是不放盐。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汤很好，我故意没放盐。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你的越贵的食材他们就越不放盐，比如说老鸡汤，他们是不放盐的，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他们就放盐，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老鸡也很无奈，说我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就这么说吧，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什么钱不钱的，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我说我们放点盐吧，不放盐不好喝。他们就会说，哎，暴殄天物，放盐就暴殄天物。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不放盐就很好喝。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哎，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他长得很帅，他剃平头穿白 T， 他就可以很帅。但是问题是，帅哥留了发型，他穿了西装，他只会更帅啊！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因为这个汤很补。哇，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7、8岁就开始叫我补。我都不知道7、8岁我要补什么，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应该补课啊，应该补什么？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就是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这个是在补什么？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就特别听大人说话，很爱喝汤，喝汤长大，真的特别补，没到30岁就痛风了。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他身体负担太重了。我半夜问他，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我说吃啊，吃什么？他说吃垃圾，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吃垃圾。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走，吃垃圾，走，吃垃圾。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追求毫无营养，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里面会写蛋白质0、糖0、卡路里0。你没有，你写它干嘛呢？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对吧？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小提琴不会。什么都不加，还居然很骄傲，你知道？我最不理解是无糖可乐，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啊，可乐叫肥宅快乐水，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肥宅只能安康，快乐啪没了。因为我觉得饮料、零食、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你是因为来享受快乐的。你享受快乐的时候，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看着看他突然说，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啊，我们来练英文。哦，我真的2分钟就睡着了。他问我说：“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我说：“我记得，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
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对吧？好好的一句台词，阿甘说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我满脑子都是 A，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B，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C，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就像你听脱口秀，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你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毛之不存会冷啊。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说我肯定是吃醋了。我说哎是，但我喜欢吃醋，因为醋也是调味品。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谢谢大家，我小罗。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抽到3封挑战信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然后一人出一张，然后大家在那翻过来，就是你啊，其实就是赌博嘛，啊，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哈，是大宋的气运。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他们很变态，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我觉得非常的变态，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对，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对吧？很奇怪，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我觉得因为他们抢我的卡，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你知道吧？就它的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你们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的时候，你怎么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别人问他说：“你这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对吧？我给我爸买皮带，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别人会说哦，你儿子有钱，对吧？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只能到这里，别人看到说哦，你儿子有钱，但不多。我爸也奇怪说，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科技产品也是这样，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冰箱，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哇，这也太 Pro 了。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它还有一个 WiFi，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还是什么？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2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是什么？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呢？啊，能存住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它可以测血氧。哦，朋友们，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我说 OK 不抬杠，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啊。我想问，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哈？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你看我们人，我们本来洗衣服，大家都是用肥皂，对吧？用的好好的，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然后就有了洗衣粉，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了洗衣液，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叫什么洗衣灵珠啊？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你要干嘛？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
你们突然就死吧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他就是卖这，他跟我解释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因为它遇水即化。我说这么牛的科技，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说朋友，你看现在92、100。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我有朋友跟我说，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这多危险啊！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我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的表，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我说什么钟楼啊？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3线城市的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你还要去改装它？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我要改装它，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他问我说：“你见过改装的表吗？啊，你见过改装？”我说：“我见到是见过，柯南有一块。”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我说：“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啊，怎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汇率不同。”他说：“别生气，别生气，来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谢谢大家，我是小罗，谢谢。